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我在北京，祝你晚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临近年末，朋友圈里的很多人都在感慨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。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央视的一条新闻，新闻上说，如果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，那也就是900个月，用一张30×30的 A4 纸足以填满。人生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漫长，如果不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，至少我们自己要拥有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。直白一点说，要有钱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要开始存钱的呢？如果你现在20多岁，你要开始存钱了，就算是为了自己。我见过太多的上班族，刚发工资的时候就大吃大喝，到了月末又苦哈哈的靠泡面度日，到头来不仅1分钱没剩，还染上了很多胃病。想去医院看看，想到卡里的钱，只能告诉自己多喝热水。所以那种无助跟心酸，别让自己体会第2次。存钱不一定会降低你的生活质量，它只会让你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更加合理，这样你不会在某一天急用钱的时候变得手足无措。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网友的故事，网友和妻子他们俩都是博士，毕业之后2个人为了在大城市定居，咬牙买了一套2手的2居室，单单首付就交了100多万。首付里除了2家家长出的钱，还有不少借款，另外还有100多万的贷款。自从买了那个房子之后，小两口就彻底改变了以前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。男生以前喜欢手机，每次新品发布会都会买新款。妻子以前买衣服也都在4位数左右，如今为了自己的房子，2人的工资，一个人的用来补贴家用，一个人的还借款。2个人几乎不怎么有额外的花销，日子突然变得紧巴巴的，但是因为有了房子，心里也觉得踏实。我们以为爱情经常会被现实打败，曾经的风花雪月在柴米油盐面前也要让步。但还有一种阐释，当2个人一心把生活过好时，看似没有以前有钱花的时候那么浪漫，但正是在跟生活对抗的过程当中，让2个人的情谊融进了彼此的生活。存钱可能不会让你的爱情变得更浪漫，但会让你们的爱情走得更远。前段时间，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突然给我发微信，为了借钱。同学的母亲得了肾病，每个月都需要去医院换血，老两口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找到合适的手术方法准备手术，急需几十万。但同学才刚刚参加工作2-3年，母亲没病之前，老两口都有退休金，家里也不用他的钱，所以他平时也没想着要省钱备用。直到这次变故，他四处跟人借钱，受尽了白眼跟冷落，才意识到存钱的重要。他跟我说，以前看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时候，总觉得电影里那些得了病之后因为买药的钱举步维艰的故事太煽情，直到家人生病才知道没钱真的难。窦文涛曾经讲过，自己认识到要开始有钱的2个原因，一个是母亲住进了 ICU， 每天都要花几千的钱，多住几天，母亲就能多几天的命。中国有一种遗憾，叫子欲养而亲不待，父母总是在一天天的老去，
在他们这个年纪，突发疾病很多见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存一点钱，别让遗憾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古巴比伦有一个金钱定律，说金钱是慢慢流向那些愿意储存的人的。每个月至少存入1/10的钱，久而久之，它就会累积成为一笔可观的资产。很多年轻人觉得年轻的时候没必要存钱，钱也存不下多少，但真有了变故，你才知道钱有多重要。这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我们爱的人的负责。手里有钱，心中才有底气。希望我们过得都好，愿你一切平安顺利。晚安，祝你好梦。